Maggie，欢迎回到我的影片。今天这影片想要做的就是 What's on my phone， 想要跟大家分享推荐一些我平常常用的手机软体。那今天介绍的 App 主要可以分为几大类。第一大类主要就是我平常拍照跟修图会用到的 App， 第二类主要是我平常会用的一些社群软体，再来就是我工作上会用到的一些程式，最后一类就是我平常在纽约这边生活会用到的一些实用的 App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包括以上这些内容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第一类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我平常最常用的拍照还有修图软体。如果要修色的话，我最常用的两个就是 VSCO 还有 Tessa。那先说 VSCO， 我觉得应该都是各大网美网红都蛮常会用到的一个修色软体。那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滤镜可以选择。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颜色，最常用的就是 A4 还有 A6这两个滤镜，因为这个系列是有一点偏黄，有一点偏复古感觉的。另外，我觉得 VSCO 很好的一点是它的调色啊，还有对比度啊，那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。它里面的工具算是还蛮丰富的，所以平常如果我要微调照片的角度或者是亮度的话，我都会选择用 VSCO 来做调整。第二个常用的修色软体就是这个 Tessa。那 Tessa 这个 App 它其实就是一个 influencer， 它叫 Tessa， 它自己创的一个 App，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它的功能性相对于 VSCO 来说没有那么的强，不过我很喜欢它里面内建的一些滤镜颜色，像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一个 Inspire 这一个滤镜。那这个滤镜它也是有点偏黄偏复古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最近还蛮喜欢这种底片复古风的。那它其他的滤镜我觉得也都还蛮好看的，像是 Vintage 啊、木的这些都蛮有特色，也是时下现在 Instagram 流行的那一种照片颜色。另外一个我很喜欢这个 App 的点呢，就是它有这个脏滤镜的功能。平常我在其他的 App 好像没有特别看到。那这个 App 它里面这个脏滤镜也是做的蛮有感觉，不会太夸张，不会真的太脏。平常如果我要在 Instagram po 文的话，我就会点进这个 Tessa App， 然后选这个 Inspire 的滤镜，再来就是点这个第一个脏的这个滤镜效果，然后就完成了一个我的 Instagram po 文。下面一个要介绍分享的修图 App 就是 Snapseed。那 Snapseed 它是一个 Google 推出的修图软体。我平常用这个 App 最大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局部调亮的功能。比如说我点一个照片，然后它可能脸的部分被遮住有阴影的话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到 Snapseed 用这个 Tools， 然后选这个 Selective 的选项，就可以选择你想要提亮的区域，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另外要介绍的修图软体就是 Facetune 系列。那 Facetune 系列呢，它其实有点像是外国版的美图秀秀。我看到还蛮多欧美的网红都会下载这个 Facetune 的软体来修微调他们的脸部啊，或是身材等等的。那我记得 Facetune 第一代它是要付费，那第二代是不用付费的，所以我推荐如果你要下载 Facetune 的话，其实可以下载二代就好了，功能其实大同小异。平常用这个 Facetune App 最常用的功能就是在 Retouch 里面，它有一个叫做歪你的功能，那就这个嘴巴的选项。平常我看那些欧美的网红，他们都是用这个功能来美白他们的牙齿。我个人主要是来美白背景或是美白桌面的时候会使用的，因为我是喜欢那种偏白色系、浅色系的照片，简约风。如果拍照的光线是偏黄或偏绿的话，我就可以进来这个 App 用这个功能去做一些微调。下面一个要介绍的 App 就是平常我 Instagram 排版会用到的软体，叫做 NUP。像我一样有这种排版强迫症的人的话，应该都会知道的一个软体。这使用非常的简单，只要登入你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，然后你就可以放一些你之后想要 po 的照片做一些调整。放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很轻易的知道说，就是这张照片跟我整体的版面到底搭不搭。下面一样要介绍的就是我平常 Instagram Story 现实动态里面最常用到的软体，就是叫 Unfold。那 Unfold 这个软体，它里面内建有很多不同的现实动态的样板。我自己个人最喜欢就是它里面有这个底片的系列，还有一个就有点像杂志的这种丝质风格。
觉得都非常的好看。我有买他们的会员方案，所以就可以无限使用他们的模板。我记得一年好像是大概$20左右。我觉得他们免付费的模板也都还 OK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先试用他们免付费的这一些模板。我很喜欢 Unfold 这个 app 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让你同时放照片还有影片在同一篇 po 文里。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出去玩，你当天有很多照片跟影片想要 po， 但你又不想要 po 太多则 story 轰炸你的朋友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，同时放你想放的照片还有影片在一则 story 里面。平常剪片会用到的 app 就是这个剪映。我觉得这个剪映 app 真的还蛮好用的，很适合我这种剪片的初学者兼懒人。我觉得它里面的素材还蛮丰富的，就不用再去另外下载音效啊，或者是图片放在你的影片里面。我的频道的第一个影片到现在这影片都是在剪映 app 上面剪的，第1支到第3支影片我还是用我的手机剪，手机的荧幕非常的小，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剪完这些影片的。现在有 iPad 之后，在 iPad 上剪就方便了许多。之后会再拍片跟大家分享我用剪映 app 剪片的一些心得。接下来就是一些我平常会用到的一些社群软体，像是 Instagram 啊、Facebook 啊、Snapchat 这些，应该大家都还蛮熟悉的。那 Snapchat 的话，我平常用它主要只是想要用它的滤镜而已，就像那个经典的狗狗滤镜啊，或是有一些很可爱的什么面膜滤镜，就是我个人最爱的。Pinterest 的话，主要是我平常如果要找灵感、找配色的话，我就会上去 Pinterest 上面去做搜寻。另外，小红书也是一个平常我还蛮常会上去看的一个软体，它有点像是结合 Pinterest 加 Instagram， 又有点像微博的感觉，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打一些短的小文章。平常如果你是要查旅游相关或是要买东西的话，我觉得都还蛮多资源可以看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工作上会用到的一些 app， 那有 Slack， 然后 Microsoft Teams， 还有一个是 Google 他们出的 Meet。那 Slack 这个软体是之前我上班还蛮常会用到的。那这个软体它就是提供就是公司内部员工可以做沟通，你可以在上面传图片、传档案，或是现在好像也可以打电话等等，就非常的方便好用。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公司也是有用这个 Slack 这个软体？那我们公司最近它从 Slack 上面转到 Microsoft Teams， 因为 Microsoft Teams 它有结合 Microsoft Outlook 的功能，所以也还蛮方便的。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美国纽约生活这边最常用到的一些 App。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 Yelp， 那我相信 Yelp 应该是在美国这边生活每个人都一定会必备的一个软体。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在上面写餐厅评论用的程式，那里面的使用者够多，所以它的资源跟内容都还蛮丰富，还蛮多的。像是如果你要去一间餐厅吃，要避免踩雷的话，通常我们都会先上Yelp看一下它的评价如何，或者是如果你去一个餐厅，你比较不熟悉他们的料理跟名称的话，你也可以到Yelp上面先查一下图片，大概了解一下这道菜会长什么样子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吃货的话，就一定要下载Yelp这个软体。接下来要分享介绍的就是跟钱比较有相关的 App， 那这一些有一些就是我平常会用到的银行的软体。比较有趣我想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Venmo。那 Venmo 这个 App 呢，你可以在上面连接到你自己个人的美国账户，然后你就可以转钱给你的朋友或者是给店家。那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也不会额外去收手续费。Venmo 这个词在美国这边已经有点变成赚钱的代名词。如果你跟朋友去吃饭，然后他先付钱，我们可能就会直接说，那我在 Venmo 你晚餐钱之类的。在美国生活来说 ，Venmo 是一个非常方便实用的 App。再来要分享的就是平常我会用到的一些外送 App。那像 Uber Eats 的话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因为在台湾也非常常见。我自己个人最常用可能是 Chobus 还有 Hungry Panda 这两个 App， 就是送比较多亚洲菜。那剩下这几个 App 都是比较多西式、美式的餐厅可以选择。游戏类的 App 呢，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多。我是一个有点怕沉迷于玩游戏的人，所以我尽量不去下载太多游戏的软体在手机上。不过我手机上仅有的就是跟狼人杀有相关的 App， 因为我之前前一阵子还蛮迷狼人杀的，然后我就防疫时期在家无聊就会跟朋友玩这个狼人杀的游戏。那有时候一玩就会玩大概1-2个小时，因为如果输了的话就很想要赢，所以就会一直玩下去。手机上的游戏 App 呢，就只有这2个跟狼人杀有相关的软体。
最后一个想要分享推荐的 App 就是这个 HiRead3。那这个 App 呢是让你可以在上面免费借阅中文的电子书，它是跟台湾的图书馆做结合，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借阅你想要看的一些中文的电子书。那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在美国这边我们没有成品，没有24小时营业的书店，你只要有这些图书馆的借阅证，都可以在里面登录进行借书。那每一个账号都有规定1个月只能借6本书，就真的像你去图书馆一样。虽然它是电子书，不过它也是有限制借阅的数量。那里面有一些书本呢，你也可以排在预约名单。像我这一本斜杠青年排到1000多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借到这本书。但是真的还蛮方便的，因为你可以简单在手机上就可以借书，然后可以免费看到这些电子书的资源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常用手机软体介绍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一起下载起来，可以跟我分享你觉得好用或不好用。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推荐的 App，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，拜拜。